穿越成太子，却是个阶下囚，没招啊！又开始胡言乱语了。这废太子怕是真疯了。半年前北戎大军压境，陛下命他督军御敌，他倒好，见了敌军，弃三军，连夜逃回京城。亏得靖安侯林敬天拼死奋战，斩杀北戎首领，才保住咱们大梁北境。不然如今京城早已沦陷。国子监学子联名上奏，陛下无奈之下废了他太子之位。参见齐王殿下。皇兄进来。回殿下，整日念叨什么系统金手指？皇兄，打开牢门。殿下万万不可，此人神志不清，恐会伤及您万金之躯啊！休得胡言！我与皇兄血脉相连，手足情深。速速开门！皇兄昔日高居东宫，万人朝拜，如今困在这阴暗牢笼之中，滋味如何？牢房三餐管饱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。齐王若是羡慕，不妨进来体验几日。想故意激怒我，未免太过幼稚。萧允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萧允昏庸错懦，阵前贪生，舍弃三军，有负君恩社稷。今将萧允废除太子之位，流放燕云之地，即刻启程。钦此。儿臣接旨。此去燕云路途艰险，臣弟于心不忍。混账东西！多谢齐王好意，就是尺码偏小。不过看这针脚细密，想来是你亲手所绣，不如改绣鸳鸯，倒也般配。死到临头还有心思调侃，哭天狂地又能如何？于事无补。时辰不早，速速启程吧。贪生怕死的废太子！殿下，天色不早，我们抓紧赶路吧。走吧。公子，小人实在不解，落差如此之大，您为何脸上不见半分悲伤？你们不懂，太子皆是唯威之为，争权夺利，杀机四伏。如今卸下身份，反倒一身轻松，往后只求安稳度日，岂不美哉？公子，天色已晚，前方有座山神庙，我们今晚暂且在此借宿吧。好。公子，里面有人。无妨，只是借宿一晚，不必惊扰吧。何人擅闯此地？我等是大理寺差员，押送犯人途经此地，想借宿一晚。此地已被占用，速速离开。外面何事喧哗？小姐，只是几个路人想借宿，属下这就将他们驱走。姑娘，我等赶路疲惫，并无恶意。放肆！不过是借宿而已，山神庙本就是公共场所，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让他们留下吧。小姐，如今边境战乱，人心叵测，恐有危险。出了事由我担着。多谢姑娘相助。以山神度象为戒，否则休怪我们刀剑无情。知晓了。我去捡拾些柴火。真是欺人太甚！我们好歹是大理寺差役，在京城谁不给几分面子？到了这里反倒受气。稍安勿躁，这些人身份不简单。哦，何以见得？那马车用料皆是上等名贵木料，绝非寻常百姓能用。再看马匹，体型精悍，是军中专用战马。那些侍卫站姿挺拔，虎口布满老茧，皆是久经沙场的军人。还有那位姑娘，身上衣料是京城锦绣房的贡品，只有皇室与功勋贵族家眷才能使用。结合如今燕云局势，你仔细想想，谁能调动大批禁军，又有这般显贵家眷？原来如此，难不成这位姑娘是靖安侯林敬天的千金？没错。那她岂不是咱们名义上的太子妃？不过这位未婚妻容貌倒是实打实的出众。
小姐，这附近荒山野岭只寻到了这些野果。辛苦你了。如今边境战乱不断，有野果果腹已经很不错了，味道清甜，很不错。那是自然，我挑的果子岂能差？分下去吧，一路赶路，大家都辛苦了。等等，你想干什么？林清，不得无礼。这些野果有毒，吃了会出人命，劝你们速速停下。我刚才都吃过了，半点事儿都没有。你这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流浪汉！看来你存心找茬。睁大眼看看他的嘴唇和眼周。石头，还有他们，食肉量少，中毒尚浅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位公子，您既能看出野果有毒，还请出手相救，之前多有冒犯，我在此赔罪了。求您救救他们！浮屠我不需要，救一人50两白银。50两，这也太多了。无妨，救人要紧，我答应你。你做什么？催吐。毒素入胃，越早吐出来，就越有生机。若是毒素渗入血脉，就算是神仙也救不回来。王五，快去烧一锅开水，掺入粗盐。明白，立刻就去。毒性暂时压制了，把他们抬到火堆旁取暖，后续多喝龙茶，再熬些稀粥养胃，几日便能痊愈。多谢公子出手相救，分内之事，不过说好的酬劳可别忘了。这支发簪可抵100余两白银。行，他只吃了1-2口野果，毒性很浅，无需担忧。把发簪留下，这是我救人应得的酬劳，为何要挥霍？林清，你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闲聊几句而已。今日他对我们有救命之恩，不许再无端招惹对方。属下知晓。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外面乱糟糟的。一点小意外，不足挂齿。公子运气不错，我逮到一只野鸡，今晚能开荤了。正好，今天我露一手，做一道叫花鸡。王五，继续添柴生火。赵六，去外面挖些黄泥回来。好嘞。哦，哼，泥巴也能吃啊！公子，用泥巴裹着烤，这能吃吗？等着瞧，保管香气扑鼻。听闻北戎10万大军已经抵达毒市口，扬言要为死去的蓝都首领报仇，马上就要攻打泸州了。我们还是尽快离开此地吧。不必慌张，北戎大军压境，这可是大祸，为何不走？北戎此番南下，本意根本不是攻打泸州，不是攻城，那他们兴师动众跑来做什么？公子，半年前北戎从古柯口攻入境内，差点拿下潭州，那也是假的。半年前是真刀真枪的打，这一次不过是虚张声势。啊！真是天大的笑话！3个流民乞丐也敢在此妄谈军国大事，简直是井底之蛙，坐井井观天。我们聊我们的，与你何干？少在这阴阳怪气！我说错了，行军打仗的门道，岂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能看懂的？林清，退下！小姐，我只是看不惯他们满口胡言，切莫以貌取人。公子方才刚救了我们的，你岂能如此无礼？3位见谅。林清性子鲁莽，我代他赔罪。不必，狗咬人一口，人总不能咬回去。你放肆！林清，你再这般肆意妄为，我即刻禀报父亲，按军法处置。
公子，您就给我们说说呗，北荣到底为什么不是真的？原因很简单，时机不对。时机？如今已是入秋，战事一起，短则半载，长则数年。一旦拖到寒冬，天寒地冻，粮草难寄，骑兵优势尽失，这是兵家常识。北戎人难道不懂？对啊，半年前开春起兵，那才是真要打。可现在出兵，确实不合常理。半年前蓝都首领死于靖安后刀下，北戎新主刚立，根基步不稳。此次南下，名为报仇，实则立威。我听说新首领是达头，是篡位登基去的。正是，他急需于一场对外胜利坐稳位置，柔然匈奴暂无刺可吸口，便拿我大梁开刀，借报仇之名凝聚人心。所以他仓促起兵，根本没打算久战，只求一场小胜便会撤军。懂了，原来如此。我之前还以为北戎真要踏平燕云，原来是虚张氏。公子，那依您之见，咱们大梁该如何应对？应对之法，我有3条。3条？行军打仗能想出一条妙计就难得了，您就有3条？各有章法。若是选手，便依托都市口天险，坚壁清野，护守城池。只熬到入冬降雪，北戎战马无草料补给，必不战自退。谁能撑到最后，谁就是赢家。可今年北境大旱，咱们的粮草也不充足啊。公子，要是中出战，出战有2策。第一策，主动放弃都市口，放逐是就无险可守了，岂不是任由北戎体怯他？放弃不是怯战，是诱敌。兵者，诡道也。都市口周边多山谷隘口，正好设伏，放北戎入关，断其后路，利用地形围歼其主力，这叫引军入瓮，关门打狗。好计谋，太妙了！北戎骑兵在山谷里施展不开，正好瓮中捉鳖。公子胸有丘壑，寥寥数语便点破战局，紫金佩服。公子，那第2策呢？姑娘也做吧。多谢公子。第2策，明修战报，暗度陈仓，正面大军与北戎对峙，另派一支精锐骑兵绕路奔袭北戎王庭。直捣王庭，那可是深入北戎腹地呀，太凶险了。寇能往，我亦能往。这都是北戎南下下劫掠，我朝被动防守，久了便成了定势。想要扭转局面，就得反过来打过去。打仗从来不是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公子说的对，凭什么只能指他们打我们？拿着吧，刚烤好的。我这小姐当心，谁知道这鸡里有没有下毒？你这人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肺，公子好心分你家小姐吃食，你竟血口喷人！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们身份不明，万一是北戎奸细，意图加害小姐怎么办？我们有大理寺腰牌，你难道看不见吗？腰牌亦可伪造。抱歉，公子，如今边境多事，我们不得不谨慎些。无妨。哇，公子，要是有壶酒就更妙了。林青，去把我们带的酒取2坛来。小姐，那可是您特意带的佳酿，给他们喝。再说咱们已经给过发簪了，互不相欠。救命之恩，岂是一只发簪能抵的？快去。是。给你们。多谢姑娘好意，无功不受禄，酒就不必了。这是我敬3位的，聊表谢意。萍水相逢，不必多礼。姑娘还是收回去吧。既然人家不领情，小姐，咱们也没必要热脸贴白屁股。公子有谋略，留在乡野实在可惜。如今燕云战事在即，家父正盛是用人之际，不知公子可否随我同往延庆城？我愿将公子举荐给家父。令父是？家父乃是晋安侯林敬天，如今正坐镇北境，抵御北戎。公子这般大才，
定能助家父一臂之力。小姐，他们身份不明，怎能轻易引荐给侯爷？万一……林清，你退下。哼，多谢姑娘赏识，在下不过是随口闲谈几句，哪敢称什么大才，班门弄斧罢了，实在不敢耽误姑娘正事。他们人都走光了，倒是走得悄无声息。走了最好，那个女子整日趾高气扬，看着就碍眼。公子，你看，这是昨晚他们落下的那坛酒。哼，摆明了就是故意丢下，狗眼看人低。放在原处便是。我们继续赶路，前往延庆城。站住！把东西交出来！何物？我等并未拿你东西。哼，别装糊涂！昨日我家小姐赐予你的发簪，那等珍宝，岂是你这种人能够私藏的？速速交出来！我乃是林清将军麾下。林清将军是靖安侯义子，日后更是要迎娶大小姐之人。哦，我记得林小姐早已被陛下赐婚，婚配当朝太子，何时要改嫁林清了？太子，那个临阵脱逃的废物罢了。等此番被废除太子数，侯爷便会亲自入京，请陛下解除婚约。婚约未废，她依旧是我的未婚妻。你们这般揣测，就不怕给靖安侯府招来灭顶之灾？好大的胆子，还敢周侯府！我就是你口中那个被废掉的太子。不分是非，盲从小人，连战队都选错了主子。公子，现在如何处置尸体？你二人身为大理寺差役，此人公然拦截官差，图谋不轨，按律斩杀合情合理，就地掩埋即可。是。寇能往，我亦能往。加快速度，今日务必赶回延庆城，我有要事禀报父亲。哼，小姐，您还真信那流民的胡言乱语？依我看，他就是故意夸大战局，博取您的注意罢了。有埋伏，保护小姐！来人不少，这下跑不掉了。林清，没想到吧？今日你我再次相逢。唐勇，你这临阵脱逃的叛贼！半年前侯爷饶你性命，你竟还敢卷土重来！饶我！若不是我跑得快，如今早已是刀下亡魂。大军主帅都弃军而逃，凭什么让我们这些小兵拼死卖命？弑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本就是军人天职不换。我可以饶你一条生路，休想动小姐分毫。靖安侯的钱早已失势，婚约形同虚设，实心想动小姐，先踏过我的石头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动手！想不到半年不见，你也踏入八品武夫境界了。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不必追，目标是车内之人。果然绝色，有了你，我便能带着这份投名状前去投奔北戎达头首领，往后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你敢掳走我，我父亲绝不会放过你。事到如今还敢嘴硬，要怪就怪你生在了将门之家。来人，驾车去往毒石口北戎大营。地上血迹还新鲜，打斗定然刚结束没多久。四处都有打斗痕迹，难不成是两伙人在这里厮杀？看现场零散的血渍与杂乱步迹，
确实两方人马交手，再结合车辙的走向与深浅，十有八九是林子兴和林清一行人遭遇了伏击。谁敢在燕云地界对靖安侯府的人动手？这也太胆大了！燕云之地如今局势混乱，山匪趁乱作乱倒也正常。公子，那您能判断出胜负吗？靖安侯府的人败了，你们看，车辙完整清晰，没有被打斗的脚印踩踏，说明厮杀结束后马车才移动。现场留有多处血射，遭遇伏击后第一反应必然是驾车逃离，绝不会留下来对清洗现场。可一进直蚁遗体都看不到，明显是伏击者打扫了痕迹，就是为了避免行踪暴露。遗体应该就藏在附近，范围不出100米，分头去找。公子，快过来，在这里！果然是两拨人，一边是侯府侍卫，另一边看着像刘 K。外界都说钱太子胆小懦弱，可公子这面场面面不改色，半分惧意都没有。单凭勘察现场，这就绝非寻常人能做到。这些人根本不是山匪，全是行武出身的军人。那我们现在赶去延庆城禀报靖安侯吧。往返延庆至少4天，等援兵赶到，一切都晚了。你折返山神庙，把昨日那些毒野果和遗留的酒坛取来。王五，随我顺着车辙追踪。明白。林大小姐，吃点东西吧，前路还远着呢。公子，对方足足30-40号人，我们就2个，应聘绝对吃亏。先静观其变，我问问路过，这条路通向往何处？往前是广武县，延庆和广武隔着连绵山脉，或是必取到毒市口。我懂了，他们不是要去延庆要挟林敬天，而是打算取到毒市口，以此作为投名状，彻底投靠北柔。这群叛徒竟要通敌叛国！叛国投敌，刘之必成大患。硬碰硬不行，那就智取。兵法云：上兵伐谋。我们先一步赶往广武，守株待兔。公子，我们一直在街上绕，看什么呢？看落脚点。他们长途赶路，入夜必然要找客栈休息，而他们只会选这一家悦来客栈。城中客栈不止这一家，为何笃定是悦来客栈？行军打仗讲究占地利，广武衔接毒石口与延庆，是两军交界的缓冲地带，而这座悦来客栈扼守出城要道，进退皆可，乃是此地兵家必争之地。这群叛兵久在行路，必然会选此处落脚。原来如此。我们先暗中入住，布下圈套，坐等猎物上门。他们人多势众，正面厮杀吃亏，那就用昨日的毒野果和这坛酒借力打力。公子，广武县不过弹丸之地，两国交锋都瞧不上，能有什么必争之地？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此地看着不起眼，却是眼下最关键的据点。您的意思是，这家悦来客栈？你看，客栈地处街巷交汇处， 2楼视野能俯瞰3条街道，动静尽收眼底，进可布防，
退有前后双门，院墙高大，易守难攻，且紧邻县城北门。如今北戎大军与敬天军对峙毒石口，山匪也虎视眈眈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兵家必争之地。三位客官，里面请。你们看这客栈，用来安置接应之人，可行？可行，完全没问题。我们乃京城大理寺差役，奉命先行。奉命先行。明日钦差使臣便抵达广武，今日征用整间客栈，速速腾出上房间。令牌在此，休得耽搁。大人，不必惊慌，好好办事，招待好钦差，你们客栈日后自有数不尽的好处。是，小人这就去通报掌柜。几位官爷稍等。下官有失远迎，还望各位官爷海涵。掌柜客气，我们只是钦差麾下先行人员，先来安排起居，等候大人驾到。明白。来人，立刻收拾上等客房，再备一桌好酒好菜招待三位官爷。糟了，公子这分明是假冒钦差，一旦败露，可是杀头大罪。广武近来粮价如何？毒石口那边军报可曾影响城中商道？官爷明察，如今边关战事吃紧，我们小老百姓整日提心吊胆啊！公子，慌什么？您这谈吐气度，比真正的钦差还要像。我们都知道您如今还是戴罪之身，假借大理寺身份，一旦被拆穿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是啊，公子，您就不怕被人当场戳穿吗？戳穿？边关大战在即，钦差前来本就是情理之中。寻常百姓、商户向来是宁可信其有，不敢招惹官府，没人敢冒险试探。明白了。赵六，你即刻去后厨取捣蒜的石臼，再找掌柜要一块干净白布。公子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把特制野果碾成汁液，混入酒坛之中。那果子的药性我们都见识过，中招之人毫无反抗之力。到时候对手便是岸上鱼肉，任我们抓。好计策！客栈之中酒水充足，为何还好特意带酒过来调配？客栈的酒，金安侯府的佳酒相提并论吗？用顶级美酒做局，才更能引对方上钩。属下明白了。王五，待这边布置妥当，你立刻去县衙，调动全县衙役在外围布防，以防突发变故。属下遵命。很好。如今万事俱备，就等猎物主动送上门来。快开城门，速速开门！是林清将军。林将军，您伤成这样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我们途中遭遇埋伏，是庞友，小姐被他抓走了。快，将军，林将军！立刻通报靖安侯，在全城寻访最好的郎中，火速前来救治。出了什么事？侯爷，林钦将军遭遇庞游伏击，大小姐被对方掳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侯爷，将军只是劳累过度，外伤体虚，休养几日便可痊愈，并无性命之忧。可我眼睁睁看着小姐被掳走，实在难辞其咎。林将军，庞游掳走大小姐，究竟想做什么？莫非是想用小姐要挟侯爷？属下不知，事发突然，来不及探查。掌柜，官爷，您一早过来，可是有什么吩咐？今日钦差叫底，这坛酒是特意备好的上等佳酿，你妥善安置，专门留着招待钦差。小人明白。昨夜便觉得蹊跷，钦差放着延庆城不去，偏偏落脚广武县。如今一听便知是朝廷要暗中监察靖安侯啊！心里有数就好。您尽管放宽心，半个字都不会多提。将军，咱们直接进城落脚吗？一路奔波，所有人就地休整一日。好，就选那家客栈，此地四通八达，城内任何动静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侯爷，请拨我一队人马，我立刻带人前去营救大小姐。营救？你可知庞游藏身何处？再者，如今毒石口两军对峙，边关危在旦夕，我身为守将，不能因一己儿女情长，置三军将士、全城百姓于不顾。此今的事暂且搁置。侯爷，
那可是您唯一的女儿啊！家国在前，万事皆可抛。我受先皇与景帝恩宠，镇守燕云，抵御北戎。属下明白，传令下去，全军加紧筹备粮草，3日之内全数运往毒石口，不得有误。将军眼光独到，就去那里。掌柜的，两位客官是住店还是用膳？吃饭加住店，好好招待我们，保管你这客栈接下来1个月都不愁生意。哎呀，那可是小店的荣幸，两位里边请。我们还有马车随行，后院可有空地停放？有，后院宽敞，随我来。你先跟着去安置车马，我去禀报将军。好。不该问的别问，知道多了只会惹祸上身。小的，方才那位官爷早已叮嘱过，小人守口如瓶，绝不多言。大小姐，请下车吧。别怕，无事。一路相安无事，希望大小姐继续安分些，不然我这群弟兄都是粗莽武夫，真有冲撞冒犯之处，我可拦不住。我知道了。客房已备好。都坐下歇歇，等到了毒石口，往后便是吃沙喝拉，再不用颠沛流离。怎么会是他们？山神庙相遇之后，他们明明在后出发，为何反倒先一步抵达这里？难道之前的相遇全是圈套？他们是55的人，可为何互不打招呼？来了，诸位稍等，茶水先奉上，酒菜马上就好。小姐，他们……嘘。掌柜的，把店里最好的酒菜都端上来，今天我们要好好畅饮一番。小姐，他怎么还笑得出来？别说话，眼下我们身陷险境，万万不可节外生枝。还记得来路上那座山神庙吗？自然记得。山神庙周边长的那些野果，听说酿成果酒，风味绝佳。那果子明明有毒。哦，公子可曾喝过这种果子酒？我素来不爱果子酒，只是听闻罢了。诸位客官，这是小店珍藏的好酒，酒香醇厚，还带着淡淡果香，今日特意拿出来招待各位。好酒，没想到这小县城里竟有这般佳肴，有口福了，多谢掌柜。各位客气了。瞧你们这点出息！将军，我们四处躲避追捕，许久未曾喝过好酒了，实在想念的紧。也罢，分了喝。好酒，这口感绝了！再多倒点。盘中就这些，匀着喝吧。兄弟们，熬过这段苦日子，咱们就算熬出头了。我旁有许诺，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亏待诸位。多谢将军。喝！诸位慢用，都是小店的招牌菜。多谢。掌柜的，你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要是还有，再给我们上几坛。实不相瞒，这酒就剩最后一坛了。今日看诸位投缘才拿出来，寻常客人可是喝不到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叫拉菲。拉菲？这名字听着好生古怪。
行了，下去吧。行了。哎呦，不行了，我去趟茅厕。入秋天凉，估计是夜里受凉了，正常。吃饭吃饭。受凉。受不了了，我也去。我的肚子，将军疼得不行了。你这奸商！我看谁敢上来，谁再往前一步，休怪我刀下无情。别动！你是谁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路过的侠客罢了。放了我！你要多少钱，我都给你。我不要钱，我要这2位姑娘。2位姑娘别怕，我家公子是来救你们的。你知道他是谁？静安侯府的大小姐，对吧？啊！你们是静安侯府的人，我苦心不居，竟然栽在这里！你们不是一伙的？自然不是。那钦差使臣也是假的，你们都不是。哪儿来的什么钦差？这些人是叛军营卫，打算掳走侯府大小姐北荣。我说的对吗？我旁游今日认栽，但你最好像今天杀了我，否则他日我定让你百倍偿还。你想多了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杀了他！谁敢？就算你擒住我又如何？就你们2个人，能撑多久？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们也该动身了。公子，您方才……我没事。那我们原路返回延庆城，去都市口。哦，既然到了广武县，正好去都市口看看前线局势。好。掌柜协助捉拿匪寇，救下侯府千金，特赏白银50两。小姐，我们不先歇歇吗？不了。父亲知道我被掳走，必定心神不宁，我们得尽快赶回去。那我们回延庆城，去都市口。两军对峙，父亲一定在前线，去都市口是最快见到他的办法。好。相校，侯爷。粮草已全部筹作完毕，做得好。另外，我请修书叶良前往毒地，送往东京城，请朝廷再增拨一批粮草。我们要做好和北壤打持久战的准备。末将明白。侯爷，贾峰，末将在，恭候侯爷多时了。粮草交由你部，立刻送往古城存放，严加看守，不得有失。末将领命。开门。侯爷，今日前线可有异动？回侯爷，北戎军只发动过2次小规模突袭，除此之外并无动静。城内呢？城内一直太平无事。侯爷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无事。看来庞游还没抵达都市口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加强警戒，不得有半分松懈。敌军压境，义父您都亲临督战，孩儿岂能安坐后方休养？况且我这点小伤早已无大碍。义父，求您给孩儿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林清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是我无能，没能护住大小姐，
让他被庞游掳走了。什么？无妨，无妨。庞游走紫金，无非2个目的：要么以此要挟我，要么带着他投奔突厥。燕云境内，他不敢现身要挟，只能走毒石口出关投敌。我们守在这里，等他自投罗网。义父竟早已看穿庞游的心思，国事为重。侯爷放心，这几日毒石口进出人员全部登记造册，盘查森严。他庞游想混出去，除非长了翅膀。庞游至今未到，恐怕走的不是官道。义父，孩儿推测他们绕路走了广武县方向，请您拨我一队人马，我定将大小姐平安带回。好，我给你200轻骑，速去速回。多谢义父。将军，您看，是侯府的马车。过去。我们是广武县县衙的差役，奉大人之命护送晋安侯府大小姐。小姐，林清，小姐您没事吧？山神庙那位萧公子，在广武县设计擒住了庞友，救了我们。又是他！我父亲现在在毒石口吗？在。他知道我被掳的事了。小姐，当日敌众我寡，我实在是迫不得已才突围求援，绝非有意抛下您和香桃。我明白，当时你突围求援是最优选择。多谢小姐体谅。庞游现在何处？关押在广武县大牢，由孙志看。庞游狡诈多端，留在县衙恐生变故。你带50人去广武县大牢，将庞游一干人犯押解到毒石口大营。遵命主。记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侯爷，您看，是侯府的马车，还有林清将军回来了。还真被林清将军说中了。小姐果然是从广武县方向过来的。开道！父亲，无事便好。庞游如今何在？已被萧公子设计擒获，关押在广武县大牢，由孙知县看管。林清已派人前去押解。此人狡诈多端，切不可大意。你一路奔波，先入城歇息。是。传令各部，全城戒备。突厥大军必有异动。可汗，敬天军主力猛攻我中军左翼，林敬天本人正在我中军阵前冲杀。林敬天不愧是9品之上的强者，当真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中军向左翼靠拢，中甲兵从右侧迂回，给我合围林敬天。遵命。雕虫小技。可汗小心！数百步之遥，他竟有如此力力。此人不除，我军永无宁日。董思玄，正是，你堂堂西楚武道名家，竟也投效了突厥。人为财死，还不动手！林敬天，你乃9品之上的高手，我们怎敢轻视？填铺护城河，就是为了引我出城，好一个阳谋！放心，躲得了一时，躲得了一世吗？今天，今日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
林敬天，你已穷途末路，速速投降！投降？我林敬天出身草莽，蒙先皇厚恩，镇守燕云40载，立两朝忠心不改。皇恩浩荡，我自当以死报国，守土护民。今日纵然身陷重围，岂有废主投敌之理？人死如灯灭，什么忠义名节都是虚的。哼，好，我便成全你的大义。侯爷，赵然，撤！扶着侯爷回城，我来殿后。将军，走！告诉我的家人，我赵然上阵杀敌，从没怂过。护侯爷，不自量力。就凭你也配拦我？找死啊！侯爷，走！给我停下！侯爷，保重！侯爷，快走吧！赵将军他……赵然！可汗，敬天军阵脚大乱，传令全军全力猛攻！升吊桥，所有人上城墙，弓箭手就位，滚木、火油、厚实全部搬上来。他们撤走了，太好了，总算能喘口气了。不对，他们士气正盛，为何突然撤兵？可汗，我军正占上风，为何不一鼓作气拿下都市肯？谈何容易！就算林敬天重伤，敬天军平城死守，我们也要付出惨重代价。船厂做买卖，以大军分4队，每隔1个时辰轮流佯攻，不让他们有半刻喘息的机会。遵命。林清将军，侯爷身受重伤，情况不妙，请您速去一趟。义父，义父，我没事。军医，军医在哪里？你没歇息吗？奴婢没事的，小姐。外面战事如何了？已经没动静了，应该是歇战了。小姐，大事不好！侯爷阵前中了埋伏，被弩箭重伤，现在情况不明。走，去军帐。父亲，子清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大小姐，稍安勿躁，先听御医怎么说。伤势到底如何？这侯爷的伤，在下无能为力。你说什么？是军中军医，你敢说无能为力？废物！救不回义父，我要你陪葬！将军息怒，不是小人不尽力，实在是弩箭贯穿肩骨，稍有不慎便伤及心脉，小人实在不敢贸然动手啊！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小人真的无计可施。好了，休要为难他。生死有命，或许这就是我的结束。父亲，不用伤心，为父戎马一生，能战死沙场，对敬天军都无愧于心，唯独放不下的就是你，林清。义父，你自小在侯府长大，跟着我南征北战，心性不坏，
就是太过急躁傲气，日后切记收敛，不然必吃大亏。孩儿谨记义父教诲。我书房早已留好奏折，我若有不测，靖安侯府与军中诸事暂由你执掌。义父，但你要答应我，务必护紫金周全。义父，你与太子有婚约在身，我若走了，你若想悔婚，便随你的心意，皇上会明白的。不会的，父亲您一定没事。来人，把毒石口所有的郎中都找来。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个能救我父亲。全城所有郎中即刻前往城门口主帅军堂应召。侯爷重伤。公子，听说是靖安侯受伤了。林敬天，侯爷，他可是九品之上的强者，燕云地界还有人能伤得了他？九品也不是金刚不坏，只要是肉体凡胎就会受伤。上路！看这阵仗，伤势恐怕不轻，不然不会闹得满城皆知。那我们过去看看。两军对峙，主帅重伤的消息如此张扬，就不怕动摇军心吗？难啊！看样子真的很凶险。不行啊，伤口太大，还是贯穿上，我根本没法下手。别说我们这些人，就是医圣亲临，恐怕也难啊。多好的官儿啊，守着咱们边境这么多年，怎么就遭了这罪？人参父子，好人不长命。就说那废太子萧允，纨绔荒唐那么久，怎么就不死在流放路上？诸位先生，有理有理。听闻侯爷伤势危重，不知具体是何情形？攻城巨弩贯穿左肩，伤口深可见骨，没人敢贸然拔剑。这般伤势，也就侯爷凭着一身修为硬撑到现在。老朽才疏学浅，侯爷这伤实在无能为力。下去吧。让大家都散了吧。先生，您可是如州第一名医，您也没办法。大罗既先来了，也难呐。侯爷有令，所有人都回去。今日这事儿到此为止。等等，我或许有办法救侯爷。哼，就你？你是郎中？略懂一些。少在这装模作样！如州最好的郎中都束手无策，你也配来凑热闹？我看你根本不是看病的，是来捣乱的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诸位先生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你再胡闹，我就把你当突厥奸细抓起来！这位兄台看着面生，不是燕云人士吧？是又如何？怪不得口气这么大，不是我们自负，这般伤势没人能救。未必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吵什么吵？再敢喧哗扰乱军心，一律关进大牢！将军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要你何用？将军，是这个人，他说他能救侯爷，小的拦着他，他还胡搅蛮缠。是你？是我。
若不是伤者是林敬天，我根本不会多管闲事。你怎么会来毒石口？这就不劳将军费心了，我有办法治好侯爷的伤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凭什么抓人？我看你就是突厥奸细！今日我就除了你这个内患！奸细？将军有证据吗？证据？当日山神庙偶遇，本就是特意接近我们。随后你给庞游通风报信，让他半路劫持大小姐。到了广武县，你又假意救人，演一出苦肉计，骗取大小姐信任。庞游是什么人？岂能被你们3个轻易拿下？分明是你们早有勾结。如今你一路跟到毒石口，听说侯爷重伤，又想借治病的名义混进军帐，图谋不轨。你的心思我早就看透了。哼，将军好口才。若我真和庞游勾结，他在广武县被抓时，为何不揭穿我？自然是你们约好的苦肉计，等你站稳脚跟，再找机会救他。少废话，先抓起来再说。这人这般拼命阻拦我救治林敬天，莫非里面有什么蹊跷？好，既然将军一口咬定我是奸细，那把庞游押过来，你我当面对质，真假自辩。对质自然可以，但先把你拿下再说。住手！外面在吵什么？小姐，公子怎么会在这里？林姑娘，小姐，此人来历不明，我怀疑他是突厥奸细，故意一路尾随接近我们，我正打算将他押入大牢。奸细？难道小姐不觉得蹊跷吗？山神庙偶遇，广武县救人，如今侯爷重伤，他又恰好出现，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？分明是早有预谋。我来此是为了救侯爷，我有几分把握可以一试。真的？至少让我进去看看。好，公子请。小姐不可，此人身份不明，万一心存歹计靠近侯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公子说他能救我父亲，可是没有可是，出了任何事，我林子京一力承担。请公子。父亲，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2次救了我的那位公子，他说有办法治您的伤。救了子晋的人竟是这位废太子，连毒石口所有郎中都束手无策的伤，他怎么可能会治？侯爷不必备多虑，我略懂些岐黄之术，乡野手段罢了，不知可否让我一观伤势？好。啊！公子，情况如何？这里疼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小姐，我早就说过此人动机可疑，就该立刻控制。林青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若是无事，就去城楼上值守，别在这里添乱。我这里呢？这里不怎么疼，伤势很重。公子，到底怎么样？胸骨尖角还有救吗？正好硬生生撑裂了锁骨，卡在了骨缝里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那该怎么办？我可以将弩箭从侯爷体内取出，但我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小姐，我就说他在故弄玄虚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侯爷有个3长2短，谁担待得起？你是脑子不清楚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出手，你觉得侯爷还能撑多久？不救是必死，救了还有一线生机，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。林姑娘，侯爷的情况你们心里有数，我不敢说10拿9稳，但有6成把握，必须尽快做决定。6成？等等，你说手术？没错，硬把只会造成2次撕裂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是侯爷唯一的亲人，做不做，全凭你一句话。你同意，我即刻动手；不同意，我转身就走。小姐万万不可答应，他就是个江湖骗子。好，我同意，请公子为我父亲做手术，这是父亲唯一的活路。好，我这就准备。等等，小姐，
此人绝不可信。侯爷的金枝玉体怎能交给他这种来历不明的人糟蹋？来人！林清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是侯爷义子，受侯爷大恩，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奸人所害，我不同意！把这个人给我拿下！住手！义父，听他的，他不是信口开河。义父不可啊，这太冒险了。我意已决，你出去，城楼值守不能无人主持大局。公子，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王五，属下在。你立刻找人烧足量的开水，再准备几坛烈酒，越快越好。明白。你们几个跟着去，听王五兄弟调遣。是。赵六，你随我进帐，我写个药方，你立刻去城内药铺抓药，按方熬制。对了，让外面那些郎中暂且留步，我稍后还有事吩咐。是。闹阳花，生草屋，香白楚，当归，天南石。黄连、鱼腥草、连翘、金银花、板蓝根、白芍、阿胶。第一章是麻沸散，你立刻只抓药熬制，术前给侯爷服下。第二章是消炎方，第三章补血，3样都抓齐，越快越好。属下明白。他绝非信口开河之辈。帐中人多杂乱，不适合做手术。附近可有干净宽敞的屋子。公子，老朽的药铺就在近前，有几间净室可用。文老，有劳文老。您立刻带人回去，将房间彻底的打扫干净，所有器物地面全部用烈酒擦拭消毒。好，老朽这就去办。这小子也太狂妄了，竟敢指挥文老。文老可是师承太医院的，若不是战事吃紧，哪会来这毒石口？就是，太目中无人了。手术需人从旁协助，我还需几位熟手帮忙。我来，算我一个。文老都去了，文老都愿意搭手，我等自然听命。还需几件东西，数把锋利至极的匕首，还有干净的细针线。这不难。香桃，小姐，你回将军府取父亲那柄御赐匕首过来，就是那柄削铁如泥、血不沾焰的。是。另外再备几副宽大的干净布匹。来人，去取布匹。遵命。动作要快，但不能乱。侯爷，都安排好了，现在要移您去药铺净室做手术。您若同意，我便让人抬担架进来。好。慢一点，健身不要慌。公子，这是侯爷重伤的消息绝不能外泄，一则动摇军心，二则怕城中突厥细作探到消息生事。他竟先一步想到了。废太子纨绔！看来世人都看错了这位太子。有劳文老了。多谢文老先生。小姐客气了，侯爷守土护民，老朽能尽一份力是应当的。把那2张四方桌拼起来，铺上白布，侯爷就放在上面。好。侯爷，手术凶险，我不敢保证万无一失。您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？他有我在，庇护小姐周全。公子，热水都备齐了，端进来。公子，麻沸枣熬好了，拿过来。侯爷，这是麻沸枣，服下后便不会觉出疼痛。我们这就开始。
开始。文老，撑开骨缝，才能取出弩箭。劳烦您稳住剑身，分毫不能移位。别吵。擦汗。什么声音？慌什么？突厥攻城罢了。侯爷重伤，敬天军群龙无首，万一城破，不会破城。这只是试探性佯攻。公子为何如此肯定？若真想一举拿下毒石口，早在侯爷受伤、军心大乱时就该全力猛攻，不会停歇满日再动手。他们等了这么久才攻城，不过是想轮番骚扰，磨垮我们的军心义气。大头可汗算得精，攻城损耗太大，他舍不得下血本。好了，文老，我们慢慢往外拔，轻一点。万幸，一切顺利，侯爷性命无碍，只等行爽了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只是后续需好生静养，至少2、3年才能彻底复原。消炎补血的药不能断。好，没问题。只要父亲能平安，吃多久的药都值得。当真是神乎其技啊！老朽行医半生，救人无数，却从未见过公子般手段，开机取物，简直是开天辟地！不，这哪里是旁门法子？公子您当真是医神转世啊！就这么缩在城里，太窝囊了！开城门，出城迎敌！不行，突厥人最善野战，出城正中他们下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要是侯爷在就好了，也不知侯爷现在情况如何。唉，小姐不听我劝，非要把义父交给一个来路不明的人。我看义父这次怕是凶多吉少。报！两位将军，侯爷平安了！兄弟们听着，侯爷没事了！是。鸣金收兵。可汗，敬天军反扑突然变强，其中必有蹊跷，先撤。突厥撤了，他们撤了！太好了，江将军，你在此值守，我去看看义父。好，林将军放心去，他是侯爷义子，将来极有可能承袭爵位，自然不好阻拦。林清将军，义父情况如何？已经醒了，小姐在里面陪着呢。将军要进去吗？义父，林清来了。义父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没事，算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又回来了。这次多亏了那位公子，父亲可得好好谢谢人家。那是自然，该谢该谢。外面战事如何？突厥今日攻城已经被我们击退了，义父安心养伤，军中诸事交给孩儿便是，定不让突厥踏进一步。只要稳住军中，我的声望便能再上一层。好，那就交给你。若有拿不定的事，再来问我。义父放心，孩儿定不负所托。去吧，军中事多。孩儿告退，义父好生休养。你找几个人去查一查那个救了侯爷的小子，医神转世，把他的底细给我挖出来。是。兄弟们再加把劲儿，再有1炷香就到毒石口了，到时候请大伙喝酒。不过在这之前，还有件事要办。庞尤试图夺路逃走，被我等就地斩杀。是得罪未来红人，不知道。很好，兄弟们跟着我好好干，将来荣华富贵少不了你们的。恢复的不错，我再开一副调养的方子，每日按时服用。多谢公子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子欣，父亲，
你去账房取一笔银两给公子带过去。好。侯爷支开小姐，是有话要跟我说。臣林敬天叩见殿下。侯爷免礼，我如今只是个流放的罪臣，担不起什么殿下。殿下从储君之位跌落，心中就没有半分失落。侯爷说的是太子之位？正是。没什么好好失望的，是则做步步杀机，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。我本就无心储位，做个闲散人，游山玩水，做点自己想做的事，反倒自在。难道从前荒唐都是刻意藏拙？若他真无心权斗，未必不是好事。不知殿下觉得小女如何？林姑娘貌美温婉，知书达理，是很好的女子。父亲，你们在聊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公子，这是靖安侯府一点心意，虽抵不上救命之恩，还望公子收下。好，治病救人是本分，但我也不是圣人。既如此，我先告辞了。父亲，我去送送公子。去吧。公子，我们相遇3次，还不知公子姓名，日后也好报答公子恩情。萧允。萧允，原来是萧公子，公子大恩，明日若是得空，姬谦亲自下厨。好，美人相邀，岂有不去的道理？那我明日恭候公子。一定。掌柜的，今日怎么人这么少？你就是那个3番5次出现在大小姐身边的人。你是谁？我乃林清将军麾下副将朱钩。哦，那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叫不如？你敢骂我？骂了又如何？哼，果然和林清将军说的一样，牙尖嘴利。我看你根本就是突厥奸细，蓄意接近侯府，图谋不轨。证据呢？还需要证据？每次侯府出事，你都恰好出现，这还不够？还有，庞游死了，杀人灭口。我怀疑你与庞游串通，演苦肉计骗取侯府信任，奉林清将军之命将你缉拿归案。我劝你最好别反抗，不然刀剑无眼。有些路走错了，可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。哼。这群狗东西！我们亮了大理司令牌，他们竟然还敢动手！无故扣押朝廷差役，他们就不怕担后果吗？抓了一辈子人，今日竟被人关了。算了，他们敢动手，就没再怕大理寺的名头。他娘的！进去！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哼！突厥奸细也敢在这儿嚣张！公子，没事，不用担心。这件事自然有人会坐不住。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。江兄说的对，突厥人轮番上阵，我们却得不到休整，再拖下去，军心先垮了。召集所有将领，我有2个计策，大家参详参详。林清将军有何良策？诸位请看，独石口以北一马平川，突厥骑兵纵横，我们野战讨不到便宜，可南边山脉纵横，山路狭长。若是我们以退为进，弃守独石口，引突厥大军南下稷山，再设伏围歼，如何？敬天军最善伏击，借地利之长，克骑兵之短，必能重创敌军。按这个法子，第一步便是放弃独石口。没错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打仗本就不是争一城一池的得失，要看最终胜负。法子是大胆，可风险也太大了。万一引狼入室，伏击不成，反倒把后路断了。天底下哪有十全十美的计策？守城就没风险了。守城耗到最后，一样是损兵折将。主动出击，赢了便是大捷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是先禀报侯爷，听听他的意思吧。义父伤势未愈，这点小事就别去叨扰他了，绝不能让必须是我的。义父那边，我自会去说。他是侯爷义子，又是默认继承人。将军，办妥了。事情办妥了，那3个都已经关进大牢。做得好。酒楼那边安排好了？都安排妥当了。有人问起
就说他们一早结账离开了，没人知道他们进了大牢。很好，将军，大小姐和那姓萧的似乎交情不浅，万一被他知道……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萧雨，公子，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真要是被扣上奸细的罪名，咱们可就完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急什么？公子，难道真有人会来救我们？应该快了。大小姐，林青，你怎么来了？义父身子好些了吗？我带了些老山参给义父补补身子。多谢你挂心，父亲好多了。你找父亲有事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有件事想跟大小姐商量商量。你说。我想着毒市口兵荒马乱的，义父带着伤在这里养不安心，不如送义父回延庆城侯府养伤，一来远离战火，二来条件也好得多。毒市口这边有我们盯着，真有拿不定的事，我们再派人快马去请教义父，您觉得如何？父亲，喝药了。我自己来。您肩上有伤，别动，我喂您。外面战况如何？没什么大事，突厥还是老样子，轮番骚扰。对了，昨晚林青送了老山参过来，给您补身子。他来过，怎么不叫醒我？我正好有几句要紧话叮嘱他。叮嘱什么呀？林青他们都是跟着您打了多少年仗的，军中的事您就别操心了。您现在最该做的就是好好养伤。他们还是太年轻了，达头可汗此人不简单。当年我斩杀蓝都可汗，一半靠敬天军勇猛，另一半是因为当时还是王子的达头可汗故意拖延援军，昨日自己父亲战死。事后他杀兄夺位，打着报仇的旗号南下，此人狠辣心计，还精通兵法。有这样的对手，我不放心。我若没受伤，还能与他周旋。可现在，父亲，您就是太操心了。敬天军人才济济，林青他们跟着您耳濡目染这么久，哪有那么容易输？父亲，我想我们回延庆城吧。延庆城？都市口天天打仗，您在这里根本没法安心养伤。回了侯府，条件也好，也清静。军中的事有林青他们盯着，真拿不定主意，再快马送信问您就是了。我们不添乱。我身为三军主帅，岂能临阵离开？不合规矩。可您现在这样也帮不上忙啊！您在这儿，将士们还要分心顾着您的安危，反倒放不开手脚。您守了燕云一辈子，也该歇歇了。侯爷，进来。侯爷，朝廷来人了，正在前厅等候。好，我这就……父亲，您有伤在身，别动，我去见。家父术重伤重，不便起身，特命小女前来拜见钦差，还望大人见谅。大小姐客气了，在下黄冕，景帝心腹，执掌锦衣卫，原来是皇宫，失敬。大小姐不必多礼，我入城便听闻侯爷父帅，不知可否容我当面探望。皇宫客气了，请你们都在外面候着。是。父亲，皇宫来了。皇宫此番前来，想必是奉了皇命。不敢瞒侯爷，陛下心中踌躇，特派我来问一问侯爷的意思。朝堂之上，是战是和，起了纷争。正是主和的大臣占了多数，说连年征战耗空国库，不如与突厥休兵议和。陛下左右为难，便让我来听听侯爷的主张。臣正战。侯爷不再斟酌斟酌，不必。议和看似求稳，实则养虎为患。大头新登汗位，此次南下就是为了立威收复各部。我们退一步，他便能借势整合突厥，来日必成大患。助阵就算不能全胜，也能挫他锐气，让他内部生乱。北京换几年太平，这仗就打得值。侯爷所言有理，只是陛下那边也需一个准数。若助战，多久可退敌？入冬。入冬。好，那便以入冬为期。3个月内，若突厥未退，朝廷便只能行议和。侯爷体谅陛下的难处，主和派步步紧逼，陛下也难做。臣明白了。大小姐留步，下官告辞。
您和靖安侯谈得如何？给了他3个月期限，入冬退敌。3个月？可出京时，左相张柬之特意找过您，话里话外都是让您劝侯爷议和。哼，张衍之要议和，是因为张家产业都在燕京，怕战火烧到他自家地址罢了。为人臣者，因一己思念罔顾家国，成不了气候。女儿明白了。父亲，皇宫已经走了。没想到陛下会派皇冕亲自来，看来朝堂之上压力不小啊。父亲何出此言？皇冕是陛下最信任的心腹，他亲自来问战和，说明陛下自己也拿不定主意。你去把林清、江雄他们都叫过来。父亲，您身上还有伤，不多歇会儿吗？快去，等议完事，再派人去请萧公子也不迟。突厥那边近况如何？回义父，突厥还是老样子，轮番佯攻骚扰，掀不起风浪。义父安心养伤便是，军中失守有我们呢。是啊，侯爷，您只管安心休养，切记不可轻敌。达头可汗此人心机深沉，不是等闲之辈。是。朝廷派黄岩来过了，陛下只给我们3个月，入冬若不能退敌，朝廷便要议和。3个月，这也太紧了。所以叫你们过来，就是商议退敌之策。林清将军昨日想了了，我们正商议着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第一策，弃城诱敌进山，佯装不敌，引突厥大军南下重山。第二策，遣骑兵突袭突厥后方粮草。这等谋略章法不像林清。义父觉得如何？计策是好计策，只是太险了。义父，朝廷只给3个月，不行险招，难见成效。正好您要回延庆城养伤，突厥探到您离开，必然以为独石口群龙无首，定会全力攻城。到时候我们佯装不敌，引他们进山伏击，必能大胜。侯爷，下令吧！此法可行，再无更好出路。好，就依林清之计，诱敌进山，全歼突厥骑兵。义父，您当真应允了？读使命。遵命。子京，子京，父亲，你心中藏着心事？没有。吩咐下人收拾行装，我们即刻动身返回延庆城。离开？众人皆认为我回侯府养伤更为稳妥，你即刻安排，片刻后启程。女儿这就去安排。快收拾行李，我们要回延庆城。父亲，您可否先行出发？我城中尚有一事未了，明日再快马追赶您。我得找到萧公子，问清他为何失约。是为了救我的那位萧公子。昨日与他有约，我答应亲自下厨设宴答谢。也罢，你便留下，这枚令牌带在身上。女儿又不外出征战，要令牌无用。拿着，城中守军多不识你，遇事可凭令牌自证身份，免遭刁难。万事小心。香桃，去后厨备好新鲜食材洗净，我今日要亲自下厨。小姐，文老前来拜访，快请。文老今日前来，可是有事？大小姐，您可见到萧公子？您说萧允公子，他至今未至。文老莫非去他落脚的酒楼寻过？我一早便去了酒楼，掌柜的说萧公子一行人已经退房离开。我心想他不会不辞而别，许是先来侯府为侯爷换药，便急忙赶来一问。离开？绝无可能。昨日我们说好今日设宴，他绝不会不告而别。酒楼掌柜言之凿凿，我们即刻前往酒楼，当面问个清楚。三位趁早认下突厥奸细的罪名，免得待会儿受皮肉之苦。你想屈打成招？什么屈打成招？我等只是审讯敌国细宗，依法办事罢了。你莫忘了，我家公子是救下侯爷性命之人，若是奸细，怎会舍命救助林侯爷？哼，谁知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？侯爷那伤势本不算致命。哼，劝你们别心存指望，侯爷已经动身离开都市口，如今城中无人能为你们撑腰。
靖安侯一生镇守北疆，清廉为国，燕云百姓无不感激恩德。想不到麾下竟有你这般鼠目寸光、构陷良善的害群之马！一颗老鼠屎，坏了整支敬天军的名声。随便你们怎么说，熬过今晚，这份奸细共重便板上钉钉。反正你们3个今晚过后都可知他真实身份。身份不能露，否则他走投无路，只会立刻杀人。来人，今夜务必让3人签字画押，若拒不配合，不必手下留情。文老，我都说过好几回了，那位公子早就走了。一派胡言！昨日我与萧公子亲口约好今日相聚，他绝不会不辞而别，分明是你们刻意隐瞒实情。小姐，小的说的句句属实，那人走得匆忙，连房钱都没结清。既然说他走了，带我去他住过的房间看一看。小姐这边请。去把你们掌柜叫来，我有话要问。小姐，掌柜线下有事忙碌，有话跟我说一样。放肆！你可知眼前这位是靖安侯府大小姐，也敢推三阻四，速速把掌柜赶上来！竟是灵侯千金，我掺和这回事做什么？是，小姐。看不出来文老动怒时气场这般足。若受人胁迫，便先温和问，再亮身份押。不知大小姐亲临，有失远迎，望小姐海涵。客套话不必多说，我只问你一句：住在这间房的萧公子究竟出了何事？一旦萧公子遭遇不测，靖安侯府的怒火你承担不起。你不肯说也罢，我这就去县衙让捕快过来问话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隐瞒侯府恩人的下落。朱副将特意吩咐我们，但凡有人打听，一律说人已经自行离开。朱沟，朱副将在这口权势滔天，简直是一方土皇帝，我们寻常商户哪里敢违抗他的命令？简直岂有此理！恩将仇报，颠倒黑白。他们把萧公子押往何处？听闻是关进城内大牢。来者何人？万事小心。父亲临行前执意给我令牌，莫非早料到萧公子会横生变故？原来是大小姐驾到！您稍等，小的立刻通报县令大人。不必通传，带我去大牢。大牢环境污秽不堪，小姐千金之躯，要不您告知人命，小的把人给您带出来。不必，我亲自过去。此人与我林家有大恩，我不能在此止步。大小姐，此处阴暗腥稠，绝非您该来的地方，不如移步前厅，下官备好茶水，咱们慢慢说事。你便是独石口县令高明佑？正是下官。不知大小姐今日亲临大牢，所谓何事？人既收在你县衙大牢，就在这道门后。今日我见不到萧公子，谁也别想把此事遮下去。回大人，昨日朱沟将军带人过来，命我们收押看管，还说不必通禀大人。混账！我何时说过，军中之人可越过县衙，直接调遣牢中差役？朱沟来办事，一句放行，无需通报。胡县里还有我这个县令吗？大小姐，是下官御下不严，此事绝不能沾我半分，先撇清再说。闹出这等荒唐事，实在惭愧。打开牢门。是，快开门！招不招？再不招，尝尝夹棍的滋味。这哪里是审案，分明是屈打成招。大小姐有所知，这些刁民骨头硬，不动刑不肯说实话，各地刑狱皆是如此，也是为了震慑宵小。有本事今天就打死爷爷！我出去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给我打！住手！大人，这3人是朱沟将军特意交代的突厥重犯，命我们务必审出口供。混账东西！这里是县衙大牢，不是军营。朱沟说什么你们就听什么，忘了自己吃的是谁家的俸禄？这不过是演给我看的。屈打成招，成何体统？哼！萧公子，终于来了。您早知道我会来？猜到了，只是比预想的晚了些。快把人都放下来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松绑！完了，这几人竟是侯府恩人。是我疏忽了，让你受此无妄之灾。不关你的事。
不必自责。大小姐饶命！小的们有眼无珠，不知道几位是侯府恩人，都是朱寇将军逼我们做的。狗东西，刚才打我们不是挺能耐吗？大人，让他们出出气。真闹大，这几个人脑袋都保不住。够了，公子，别打死了，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的小卒。算你们走运。谢公子宽宏大量，谢公子不杀之恩。不必谢我，我饶你们不是我大度，是不想给靖安侯府添麻烦，免得传出去说侯府仗势欺人，草菅人命。公子说的是，这几个不长眼的东西冒犯公子，就算打死也是活该。是吗？啊？高大人方才不是说打死也活该吗？文老，您这是？公子，3日冷静之期还未到，可老朽心意已决。药铺我已经关了，学徒也都遣散了，此生只想归随公子左右，钻研医道，哪怕只是做个煎药递刀的助手，老朽也心甘情愿。文老不必如此切，我那医术不过是旁门法子，当不得您放下一切来跟随。将来多救几条性命，是老祖毕生所愿，还望公子成全。萧公子，文老一片诚心，他本就是燕云名医，人品医术都信得过，若能跟着您精进，将来也是百姓之福。何况父亲回延庆城养伤，身边也正好需要懂医的人照料。罢了，你暂且先跟着我做帮手，拜师之事日后再议。多谢公子，多死。既然都齐了，我们启程吧。将军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林子期知道是我们抓的人，万一回了侯府跟侯爷撞，口撞，空口无凭，他拿什么搞？去大成招是县衙的人动的手，全推给傅四便是。等咱们诱敌深入，大破突厥，立下这等大功，义父只会更器重我。一个来路不明的江湖狼蛛，翻不起什么浪。高明佑那边，你安排妥当些。哼，等弃城诱敌那天，记得让他以身殉城。到时候所有脏水都泼到一个死人身上，干干净净。将军放心，属下都安排妥当了，保证没人能查出破绽。传令各部，按原计划准备。3日之后，佯装不敌，弃城诱敌进山。这一仗，我要让整个燕云都知道，我林清不比任何差。遵命。都市口急报，都督口失守了！开城门，快！侯爷剑伤愈合得很好，再减2味药，不出1月，手臂便可自如活动。老夫这条胳膊算是捡回来了。报
禀报侯爷，毒石口失守，突家军已破关南下。什么？毒石口是燕云北门，丢了他，如州便无险守了。这才几日，景天君守了10多年的关隘，怎么说丢就丢？糟了，这下燕云危矣。侯爷，您快拿个主意啊！诸位稍安勿躁，我看侯爷神色平静，想来这毒石口失守早就在侯爷预料之中吧。啊，公子的意思是？公子慧眼如炬，没错。毒石口弃守是我与林清定下的诱敌之计。突厥骑兵野战无双，可进了山林便寸步难行。引都骑兵也煞为尔，再借地势围而歼之，此乃请君入瓮。这计策不是当初萧公子在山庙说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侯爷，这分明是……侯爷运筹帷幄，此计甚妙。只要突厥敢进山，必叫他没有来回。听公子这话，莫非也懂得兵法？可汗，您就别靠我们了，毒石口打下了，直接挥兵南下，踏平延庆才是。是啊，可汗，可汗，景天军主将重伤，群龙无首，正是咱们长驱直入的好时候。可汗，您倒是说啊，咱们到底在等什么？你们觉得景天天军这么容易就丢了毒石口，正常吗？有什么正常的？林敬天都重伤回了延庆城，他们没人守不住，怪不是理所当然。不对，林敬天戎天戎马范生，他这是故意弃城，想引我们深入山林打伏击，诱敌之计。他想跟我们兜圈子。可他忘了，大军征战，粮草为先。敬天军要设伏，就必须有源源不断的粮草支撑。鸡蛋不能放在没有篮子里，有毒石口里粮在附近，这里有座废弃城，地势隐蔽易守，最适合囤粮。没错，本汗要的就是这批粮草。传令，在！你率1万精兵南下，往敬天天军伏兵。记住，只许缠，不许冒进，把他们的注意力牢牢盯死。末将遵命。察吉。你带2万铁骑绕路突袭古城，把所有粮草全部搬到毒石口，这批粮我们就能平关据守，跟大梁慢慢耗。末将定不辱命。林敬天想跟本汗玩阴谋，这次我要他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莫非也懂兵法？侯爷说笑了，在家只懂些岐黄之术，兵法一道，岂敢在侯爷面前班门弄斧？公子有一身超绝医术，已是难得。兵法杀伐凶险，不懂也无妨，日后安稳度日，反倒省心。不懂兵法，这诱敌之计明明就是萧公子先提的，侯爷怎么还当真了？林清冒领功劳也就算了，害得萧公子还得在这装谦虚，真是憋屈。父亲，您健伤未愈，说了这么久的话，肯定累了，我扶您回房歇息吧。无妨，我还想跟公子再叙叙。父亲，萧公子刚给您诊完脉，特意叮嘱您要静养，不可劳神。好，公子闻老，那老夫就先下去休息了。侯爷自便。说吧，方才在前厅急着把我支走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您在萧公子面前说话也太不谨慎了，人家说不懂兵法，那是自谦，您怎么还当真了？我当是什么事儿？原来是为了这个，看来我的丫头长大了，知道护着人了。父亲莫要胡说，传出去成什么样子？为父是说真的，这位萧公子医术超群，性性沉稳，书法兼功底，绝非池中之物。从前那些关于他的传闻，如今看来多半是谣传。再好又如何？女儿的婚事从来由不得自己。那可未必，有缘千里里来相会。若说服，就算拼上赐婚也来，未必不能改。万万不可！我怎能为了一己之私，让整个侯府涉险？公子，您方才为何拦着我？就该当着侯爷的面拆穿林清那副卑鄙嘴脸。师父，你们与林清江将军有过节。文老对这位林将军了解多少？老朽所知不多，只知他是侯爷的义子，父母本是曹帮的人，当年南下运粮遇上匪盗，夫妇2人双双殒命，侯爷心善，便将他收在膝下抚养。曹帮帮帮主沈青云的亲妹妹，正是侯爷明媒正娶的夫人。
有这层亲戚关系，侯爷收养林青也是情理之中。就连侯爷的刀法都是沈家传下来的。原来如此，倒是从未听人提起过侯夫人。莫非夫人安好着呢？只是夫妻俩性子都烈，谁也不肯服。3年前，夫人劝侯爷纳个妾延续香火，侯爷当场拒绝。夫人一气之下便回了曹帮，至今还没回来。可惜侯爷对林青寄予厚望，这小子却半点没学到侯爷的风骨，竟搞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可不是嘛！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不是亲生的，到底是养不熟。二位先消消气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们与林青究竟有何过？当日我们在山庙庙避雨，自闲谈间说起这请君入瓮的打法。哼，那林青当场嗤之以鼻，纸上谈兵，转头倒好，直接把计策偷过去，当成自己的功劳献给侯爷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原来如此，此举确实有失风度，令人不齿。您方才到底为何不让我揭穿他？公子是怕影响父亲的伤势，对吧？聪明。侯爷见伤最忌情绪激动，他如今对林青寄予厚望，此刻戳破真相，万一牵动旧伤，得不偿失。多谢公子体谅，只是公子这招请君入瓮，林青他们依计行事，真能击退突厥吗？朝廷给的期限只有3个月。不知道。不知道？这计策本是公子所想，怎么会不知道？同样一道菜，10个厨子能炒出10种味道。兵法也是同理，思路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只说了个大概，排兵布阵、临机应变，全看领兵的人。林青的本事如何，我不清楚，结果自然无从预判。都慢着点走，动静闹得越大越好。看来昨日他们停在毒石口，只是休整。今日果然按耐不住，要往卧虎岗闯了。是我前几日太过谨慎了，突厥人果然没什么心机，直愣就往咱们圈套里钻。咱们就三面合围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正好拿这1万人的人头给侯爷报捷。传令下去，各部做好准备，听我号令，再行出击。韩威，率本部虎于高地，仿佛在亲手勾陷阱的梗，待突厥前分数尽数入谷，立刻封死出口。江兄，你的人马蛰伏2侧山雕。听我号令，从中截杀。我带主力守在虎尾，前后夹击，叫他们首尾难报。得令。不对劲儿，按脚程算，突厥人史时就该到卧虎岗，这都快天黑了，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？将军，会不会是咱们的埋伏漏了破绽？派出去的探子呢？应该快回来了。报，将军，突厥大军在巨子寺3里地外停下了，已经开始安营扎寨。什么？扎营？你们也收到信了，突厥人就停在3里外，死活不往前走。他娘的！咱们在这山里爬了整整2天，风吹雨淋的，合着人家根本没打算进来。将军，依属下看，这怕是突厥人的前哨营，他们刚占了毒石口，怕咱们反扑，特意在南边扎下营盘当眼线，好给毒石口争取应变的时间。管他是什么营，对方也就1万人，咱们全军压上去，一口吃掉就是了。不行，一旦主动出击，咱们的伏兵部署就全暴露了。为了这1万人，坏了全歼突厥的大局，得不失。可咱们总不能在这等死吧？大军耗1天就是1天的粮草，万一他们一直不南下，咱们难道在山里蹲3个月？我也觉得不能再等了，夜长梦多，先吃掉这股敌军，挫挫突厥的锐气再说。我说了，再等。区1万前锋算什么？本将要的是打头可汗的全部主力，因小失大，绝非上策。哼！一口吃成个胖子，他林青真当突厥人是傻子？
我怎么觉着仗越打越不对劲，就像一拳砸在棉花上，浑身力气全使空了。先等看吧，他是侯爷钦点的主将，又是侯爷义子，咱们总得给他些时日。我看他就是好大喜功，真等粮草耗光了，我看他怎么跟侯爷交代。将军，这古城也太破了，也就比院墙高点儿，真能囤粮草？这地方曾是燕云北边的贸易重镇，毒石口建起后才荒废的。林敬天老谋深算，把粮草藏在这儿，一般人还真想不到。鲍将军，城内守军约5000人，只有西城墙还算完整，其余各处都有缺口。所有人就地休整，养足精神，3更时分，全力攻征。记住，第一时间控制粮库，不准少一粒粮。是。将军，军队都回来了，四周没发现任何异常，不能大意。粮草是3军命脉，每隔1炷香必须巡一次，真出了岔子，咱们谁都担待不起。是。怎么回事？将军，不好了，突厥人杀进来了！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少说有上万人。不可能，突主力里明明在都市口以南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将军，挡不住了，快撤吧！粮草，不能把粮草留给他们！放火，烧了粮库！可汗果然神机妙算，传令下去，把所有粮草全部运回毒石口，一粒都别剩，负隅顽抗者，一个不留。殿下！报将军，山外的突厥大军赢了，正在往北撤，大老远跑来扎营就走，耍我们玩呢！不对劲，突厥人不无缘无故跑这么远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报，贾峰将军回来了，就在帐外。贾峰，他不在古城守粮草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快请他进来。不必了。贾峰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诸位，出大事了！古城被突厥人偷袭了，我把粮草丢了，那是3军活命的底子，你把话说清楚。错叶大军绕道突袭城，守军5000根本抵挡不住，我拼死带残兵突围，早已一路朝近路赶过来死信。这下完了，山里伏兵撑不了几日，粮草守备乃是头等亚务，弄丢粮草按军法当斩。我自知罪责深重，即刻回延庆向侯爷请罪，绝无半句辩解。我明白了，卧虎岗外扎营的1万突厥兵根本不是主力，只是诱饵，故意牵制我们所有伏兵。真正的目标是古城粮草，就是怕我们分兵支援。计划是你提的请军入入，如今计策彻底落漏，都市丢粮草时，你总得拿个对策出来。我不知道，一句不知道就完事儿。侯爷，朝廷那边如何交代？全军军号在山中，白白错失良机。当初商议埋伏，你们全都点头认同，如今出事凭什么只指责我？大不了一同领罪，凭你是主将。住口！现在内讧于事无补，突厥刚撤走，我们立刻追击地，尚有挽回余地。我是全军主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擅自调兵？等同于谋逆。如今伏兵之计彻底暴露，再坐以待毙，全军困死山中。你分文不清轻重缓急。江兄以下犯上，即日起禁止参与所有军事议事。
有这么多存粮，咱们牢牢守住城关，应天军拿我毫无办法。可汗妙计，轻轻松松断敌军命脉。如今他们进退两难。信不命，古城全部粮草尽数押回。敬天军已无长久作战根基，既然敌军粮草断绝，为何昨夜不让我们顺势围剿虎冈伏兵，一举全歼？时机未到，仅仅丢失粮草。敬天军心虽乱，却仍有一战之力。等他们粮草耗尽，军心彻底稳，再出手，方能一战定胜负。不必心急，往后耗仗只会多，不会少。趁突厥立足未稳，全军强攻夺回都市口，否则我们彻底失去周旋余地。军中存粮还能支撑几日？仅剩7日口粮。7日足够强攻夺城，即刻集合全军！突厥兴兵犯我疆土，今日我等全军开拔，直取都市口，浴血收复失地。杀！敬天军全军压向都市口。总算沉不住气了。察吉，你领1万兵马从西门悄悄出城，绕道折返卧虎岗设伏。他们埋伏我们许久，今日咱们反客为主。末将遵令。可汗，突袭古城没我的份儿，总不能全程只让我守城吧？敌军数万主力兵临城下，都市防线全靠你驻守，这份担子不轻，休要抱怨。突厥鼠辈，速速开城受降！若负隅顽抗，定叫你们付代价！突厥可有人出城对战？我在城下叫骂2个时辰，城头士兵全然无视，任凭我们挑衅，始终闭不出，摆明了打算耗光我军士气。一群缩头乌龟！今晚全军严加戒备，明日继续交阵。都传令下去，多加巡查，明日再寻对策。免战牌，好大的胆子！将军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突厥鼠辈，速速出城受战！只会躲在城墙里也配称是？区守城小兵也敢拦我歼大军？将军，军中粮草仅余1日，再耗下去全军断粮，不如暂且撤兵休整。撤兵？都市粮草尽失，无功而返，我有何脸面回见侯爷？今日就算拼全力，也要夺回一处失地。将军三思，连日校阵消磨，3军士气早已低迷，强行攻城损耗惨重，绝非上策。你这是怯战，眼下战事焦灼，军人岂能为损而避战？何为怯战？明知不可为而强攻，是置数万将士性命于不顾。别吵了，现在内讧毫无用处。报！突厥全军出城，直扑我军大营，终于肯出来了！传令3军随我迎敌。将军小心，恐有埋伏。贪杀死之人不必出战，想留营便留下。若非侯爷器重你，你凭什么身居主将之位？这般独断专行，迟早害死所有人。你敢否定我多年血战拼来的军功？我能做到今日位置，靠的是自己一刀一将，不是义父的谋头。大敌当前，出战之后谈论对错。你便是林敬天那个义子？听闻北京侯爷威名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本事。大梁小将还敢再战？好大力量！报上名来！敬天军韩威，突厥左路主将达纳，2人联手取他。这达纳当真万夫不当之物，
全军冲锋！重甲兵为何没能跟上？重甲行军迟缓，骑兵冲太快，根本跟不上。托可汗妙计，今日重创敬天军，他们损耗惨重，已然无力强攻。你今日勇猛有余，行事鲁莽，两军大将缠斗，你孤身直面敌军主力，下次万万不可。末将谨记可汗教诲。如今敌军士气粮草双重受挫，不用急着强攻，继续耗他们。林清，今日一战折损太多，咱们必须撤军休整，背水一战，明日强攻都师。突厥粮草充足，城池坚固，我们只剩1日余粮，强攻等同于送死。昨夜清点，昨夜贬，骑兵折损3000，步兵4000，伤者2000余人。对外呈报，骑兵1000，步兵2000，伤者1500。将军，谎报重大伤亡，按军法是死罪。照我说的写，不必多言。林清独断专行，再好取全军覆灭，我们必须越境报侯爷，我亲自去送信，不怕他事后记恨。分3路攻城，我攻南门，韩威东门，贾宗西门。东门城防最弱，为主攻点，现有可战兵不足5万，分兵3路，力量分散，不如合兵一处，猛攻一门，分散牵制敌军，只要一处攻破，全城必乱。朱师可本是我大梁疆土，今日3军齐出，必收复垦关，驱逐胡虏。要是侯在，何止2次？1次终究是1次。出发！敬天军分兵攻城已是背水一搏，转告达纳死守城关即可。只要撑住这一轮，他们必败无疑。遵命。林敬天治军果然有一套，敬天军不愧是北境精锐，只可惜如今领兵的是个草包，拆进城下民房，废号滚木烈士。等他们渡群河时，给我狠狠压住。达纳，开城受降，饶你不死。有本事你就踏着银梯爬上来，开炮攻城！稳住阵型，不要乱，别让他们靠近桥。重整队伍，再冲一次！将军，不能再打了，1日攻城10余次，弟兄们只喝过半。韩魏和贾丰呢？我牵着突厥徒们连东西2门都打不下。2位将军便也损耗惨重，都请求暂且撤兵，明日再议。怯战之徒，分明是怕我夺了头功。撤兵，这笔账我回头跟他们算。主公，把这2人给我拿下！林清，你疯了！凭什么抓我们？贻误战地，若不是东西2路迟迟不独师门，早已拿下。我们浴血攻城1日，身上伤痕累累，你说我们怯战？你自己拿不下南门，反倒把战败的锅扣在我们头上，还敢顶撞上司？压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将军，敬天军撤了，咱们守住了。可汗有亏后背，命将军即刻出城追击，与卧虎岗察击将军前后合围。传令全军整拨饭马，随我追击！是突厥骑兵！林清刚愎自用，连对方敢不敢追都算不准，真是可笑。2位将军恕罪，方才将军是气头上，大敌当前，还望2位不计前嫌，公与敌敌。哼，用得着称兄道弟，用不着寇壳怯战冒算盘。任坤马乏不能硬拼，重甲兵殿后，弓箭兵压阵。主力速退卧虎岗，过了山林，骑兵就没了优势。你去通知林清，让他带主力快走，我们2人断后。将军，成了。韩威和贾丰主动留下断后，算他们识相。若挡得住突厥，算将功补过；若挡不住，死了也正好。攻城战败的账，正好全算在他们头上。传全军加速赶往卧虎岗。打了！将军，敬天军主力朝这边来了。可汗果然神机妙算，剑上旋，刀出，等他们全部进谷，听我号令再动手。